Hello，大家好，欢迎收看最新一期节目，我是小编。今天我们来讲一个天才少年的故事。他10岁参加高考，13岁研究生毕业，16岁成为博士，但因为种种原因，28岁本该功成名就的他，身上却只有几千元的存款。3次人生起飞的机会，每一次都与他们失之交臂。到底是别人毁了神童，还是他毁了自己？今天我们就来一探究竟。故事还得从中国辽宁省的盘锦市说起。1995年，当地一对30多岁的夫妇老来得子，父亲给孩子取了个名字，叫做张新阳，姓名中带了2个火。之所以会取这个名字，就是希望孩子将来能够摆脱平庸，叱咤风云。在儿子只有2岁半时，仅仅花了3个多月的时间，他就认识了1000多个汉字，而且对数字和计算特别敏感。父亲就觉得儿子是个天才，便开始努力开发儿子的智力。在儿子只有5岁那年，当其他孩子还在幼儿园哭哭啼啼时，他就被送到了小学读书。从小学开始，张新阳屡屡跳级读书。在他只有10岁的时候，就报名参加了高考，也就是大学的入学考试。由于张新阳的年纪比其他考生小很多，以至于很多不知情的人都误以为这孩子也许是发育的比较慢。成绩出来后，张新阳考到了505分的成绩，他因此再次成为新闻头条，被誉为天才儿童。当时辽宁省重点本科的最低分数是530分，虽然没能考上重本，但是对于一个只有10岁的孩子来说，这个成绩可谓极其优秀。毕竟跟张新阳同龄的学生，此时都还在读着小学3、4年级。儿子被人称为天才，张新阳的父亲固然很开心，但当时有个问题，如果儿子回去复读1年，明年再参加高考，以他的学习能力，肯定能够上重点本科，甚至985高校也不在话下。周围也有人劝张新阳的父亲，你家孩子那么小，根本就不着急去读大学，回去读得1年，年龄上也不是问题，到时候估计还能考到清华北大，何乐而不为呢？也许父亲有自己的考虑，所以张新阳最终并没有复读，而是前往天津工程师范学院开始攻读数学专业。网友透露，父亲不同意儿子复读的原因是不想失去儿子10岁读大学的神童称号。进入大学后，张新阳就被学校高度重视，凭借他的名头，学校也上了热搜。由于是特殊人才，所以学校就给他专门安排了2位导师。虽然大学的课程难度更大，但对于张新阳来说都不是问题。而另外一边，为了更好地照顾儿子，他的父亲就选择了辞职陪读。在张新阳就读大3那年，他被父亲建议考研，毕竟天才少年跟普通大学似乎格格不入。在就读大3那年，张新阳的导师为他争取到了去德国读研的机会。导师认为，不管是学术水平还是培养方式，国外都要比国内好。这孩子要是能够出国深造几年再回来，那就是妥妥的大牛。至于学费问题，可以向学校申请补助，或许还能够争取到奖学金。后来德国学校方面就表示，他们愿意接受张新阳，并为他免掉学费，但他们规定学生最小的年龄得满14岁。按照张新阳当时的情况，如果要复得深造，那他需要等待1年。考虑再三之后，父亲就放弃了这个机会。他认为让孩子在这么小的年纪出国，自己实在不放心，而且国内外教学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差异，对涉世未深的儿子来说都是极大的考验。在2008年，在父亲的建议下，13岁的张新阳进入了北京工业大学数学系，开始读研究生。跟以前一样，每次来到新学校，张新阳总会成为学校的明星。年龄的鸿沟和神童的光环，给他的社交带来了一定的隔阂。张新阳周围不缺少热心的同学，但他也固然存在孤独的日子。虽然在荷尔蒙的味道上，张新阳并不是很敏感，但在财富的味道上，他却似乎很有眼光。当时正在读研的张新阳要求父母在北京全款买一套房子。当时北京一套普通商品房的价格大概是200多万元人民币，但对于这个要求，父母并不赞成。
张新阳为此很生气，为了让父母同意买房，他以自己的学业要挟，如果你们不买房，那我就不参加硕士论文答辩，也不考博士。读书的目的就是为了让自己过得更好，眼下就有一条实现名利双收的捷径，为何要放弃它呢？因为买房的事情，父子两人的矛盾是越发的激烈。因为种种原因，当时张新阳开始沉迷电脑游戏。当听到父亲说玩游戏能够玩出什么花样时，他总会顶上一句能玩成专家。有一次半夜两人吵完架之后，他的父亲就气得从北京工业大学出发，直接走路回到了河北廊坊老家，全程整整50多公里。在冷战一段时间后，父母最终妥协，在儿子答辩的最后一天，在北京买了一套房子。走进新房子那天，张新阳是非常的高兴。到了2011年，张新阳的求学生涯再次来到了新高度，他开始进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攻读博士。此时的他年仅16岁，当同龄人才刚刚进入高中，学着初等数学的内容时，张新阳就已经开始接触世界数学前沿。同时，他家里还有北京房产，价值千金的北京户口也是唾手可得。可后来，张新阳怎么也没想到，自己居然被父母摆了一道，因为这套房子根本不是买的，而是租的。看着租房合同，他觉得晴天霹雳，为此还跟父母大吵了一架。我按照你们的要求读了那么多年书，甚至还被迫继承你们的理想，是你们想让我留在北京，可你们连套北京房子都不愿意给我买。16岁天才博士要求父母全款在北京买房，事情曝光后立即引起了热议，有人指责这位神童是有才无德，不会体谅父母，要这样的神童又有何用呢？当时有记者采访了张新阳，交谈中张新阳直接表示，父母的理想让他有点窒息，有一段时间他甚至还想过要自杀。至于买房的事情，他则认为有了北京房子、北京户口才有资格去谈恋爱。对于天才博士要求父母买房的原因，网上流传着这3种说法。第一种说法认为，张新阳就是在报复他的父母，他觉得父母的揠苗助长让他失去了童年，在潜意识里，他对父母的苛刻存在着强烈的不满。而第二种则认为是周围环境影响了张新阳的观念，张新阳长期生活在非同龄人中，耳闻目见都是工作、房子还有户口等等。虽然只有10几岁，但张新阳早就感受到了20几岁的焦虑，像无数北漂一样，把在北京有个房子和户口视为了自己最大的奋斗愿望。而最后一种则是跟炒房有关，也许从小天资聪慧的张新阳早就分析出房价会暴涨，几年过后这200万就能够翻倍再翻倍，这种赚钱的机会岂能放过？事实也的确如此，从2008年开始到2022年，北京的房价翻了 M 个 double， 当年价值200万人民币的房子现在早已是1000万。张新阳也说过，自己博士读的专业偏向于科研，即使毕业后能够月入过万，未来面对北京一路飙涨的房价，也是只能望房兴叹。靠基本的工资收入，根本就不可能在北京买房，无论是新房还是老破小。等到自己博士毕业后，假如自己连住的地方都没有，那绕这个博士又有何用呢？但也有人认为，他父亲不买房的原因，会不会是有心无力呢？毕竟200万并不是个小数目。对此有网友分析，张新阳的父亲早年用儿子神童的身份，确实赚到了一点钱，例如他有关教育孩子书籍的版权费等等。如果当时他们把天津的房子给卖了，他们家是可以全款在北京买房的，就算没法全款，付个首付还是没有问题的。而等他们回过头来想入手时，北京却已经发布了限购的政策，他们与1000万财富的距离只有一步，但却是永远不可触及的一步。从2011年开始读博，在花了8年时间后的2019年，张新阳才获得了博士学位。在导师的介绍下，他前往宁夏师范学院，在那里当了2年的外聘教师。按照外人的预测，张新阳会以此作为跳板，前往一线高校任职，同时继续从事数学研究，又或者进入大企业，成为打工皇帝。然而谁也没想到的是，2021年8月时，张新阳突然选择辞职回家。回家之后，父母就多次帮他规划职业，但都被他否定了，因为这10几年来，张新阳已经受够了父母的安排。
按照他们的意愿跳级读书，小学、中学、大学、研究生，再到博士。而这一次，他决定为自己而活。不过他的新活法就比较特别，那就是摆烂跟啃老。除了偶尔出去赚点外快，他大部分的时间都是赖在家里。在张新阳这位神童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中国家庭在教育孩子问题上的通病。第一条通病就是把自己的人生还有期待强加给他们的子女。张新阳的父亲出生在农村，是1978年的大学生。在那个年代，能够考上大学的人寥寥无几，能有机会去接受大学教育的人也是百里挑一。在后来的1990年，张新阳的父亲就以优异的成绩考到了某所名牌大学商学院的 MBA， 但是因为拿不出15000的学费，只能无奈放弃。在本科毕业之后，他就从事过很多工作，比如说企业车间副主任、街道办事处的干部等等。这些职位不要说在以往，就是放到现在，听起来也是非常高大上的。但是在张新阳父亲眼里，他始终觉得自己原本可以有更好的成就，这才去报考 MBA 班，不料却以机会失之交臂。所以在他的心里，学历文凭自然是人生的一大遗憾，甚至认为不够优秀的学历才导致了自己的平庸。他不想儿子也有这样的遗憾，这才会辞掉工作，选择陪读。同时，张新阳的父母，他们2个人对北京也有深深的执念，这也是为什么他们的儿子到头来会以北京房子反噬他们。其二则是不择一切手段让子女出人头地。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国内的教育主流依然是应试教育，想要让孩子尽快实现成功，分数是最直接的途径，也是最有力的代表。多少人从小遇到过这样的情况，父母总是会告诉你，家里头你什么都不用操心，好好学习就是对我们最大的感恩。在这样的理念下，张新阳在生活上的独立能力就非常差。与此同时，他父母的职业就注定会给他的成长增加压抑。他的母亲是个教师，往往会习惯性将职业期待带入到家教中。他认为，我是老师，那我的孩子就必须学习好。普通家庭也许只需要搞好成绩分数，可是富裕家庭的孩子往往还有其他杂七杂八的指标。他们从小需要参加各种兴趣班，却很少能够建立真正的热爱。艺术爱好是一门陶冶情操的美学，如果学他们仅仅是为了满足父母的期待，那就和初衷完全背道而驰。最后一条，很多中国家长认为，只要我让孩子跑得比别人早，那肯定就能够比别人好。很多家长特别喜欢超前透支子女的可能性。张新阳的父母就制造了书中自有黄金屋的假象，用欺骗的方式来让儿子一心一意提高成绩。儿子或许完成了书本和考试的内容，但是过早的学习只会透支他的想象力，让他忽略对现实的体验。但对于过早培养孩子这件事，张新阳的父亲则表示自己是老来得子，儿子在出生时妻子已经来到了30多岁。为了要上这个孩子，夫妻2人此前吃过很多药。在儿子出生的第20个月后，托儿所的阿姨就说，这孩子一直不会说话，不会是傻了吧？所以从那时开始，自己就把精力放到了儿子智力的开发上。但即使如此，在分数上取得出众的成就后，张新阳的父母其实完全可以在智力的培养上放慢速度，开始重点打磨他们儿子的心智。但是因为种种原因，他们还是没有这样做，而是把心理年龄不健全的儿子送到了一个成年人的复杂世界。最后呢，他们的儿子只会像成年人那样，认为没有北京房子，没有北京户口，就没有资格谈恋爱。之所以会出现上面这些通病，个人认为有一方面的原因在于部分中国父母对子女关系的理解有点偏差。曾经有中国专家说过这样一番话，父母的子女也是一种消费品，是可以带来长久回报的耐用消费品，只不过周期更长而已。所以年轻人不生小孩是不对的。专家就是专家，意见永远是那么清新脱俗。他说这番话无外乎就是想提高萎靡不振的生育率，以此给经济发展补充燃料。那要知道，一个孩子从受精卵那一刻开始，到他们长大成年，再到结婚生子，这期间能够带来多少消费？作为一名专家，作为一个国家的政府，我们讨论的焦点不应该在于应不应该生孩子，
生孩子是年轻人的权利和选择，政府和社会应该做的是给他们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那言归正传，专家这些话虽然很让人讨厌，但是在某种程度上却很好揭示了在部分家长眼里子女究竟是什么。这一点跟欧美文化很不一样，在欧美人的传统价值观里，子女的生命并不是父母给的，而是上帝的馈赠，只是刚好来到了你的家庭，你应该感恩上帝给予了你一个生命和成员，让你的人生有了一段特别的经历。每个人无论年龄学员，在上帝面前都是人人平等。而欧美家庭的教育不太喜欢过多主动干预子女，等到孩子长大了，父母也不会包办孩子的人生。有些孩子到了18岁就不会跟父母住在一起，他们不会要求孩子给自己提供回报或者感恩。欧美普遍小孩的特点是从小放养，天真浪漫，而且自信活泼，但坏处就是对规则的服从度极低，在我们看来就是离经叛道，好的非常好，坏的非常坏。但是中国的小孩大部分都是千人一面，有着相似的成长经历还有思维方式，性格也非常内敛，缺乏冒险精神还有打破规则的创造力。那当然，不同国情下的社会有不一样的苦衷和发展情况，我们不要求全盘接受欧美的理念，但最起码我们应该有这个意识，并做出一点改变现状的尝试。那说回张新阳，12年前的2011年，他因为要求父母全款在北京买房，被媒体采访成为热搜。但成为热搜的感受让他很不舒服，所以在买房事件后的第2年，他就谢绝了所有媒体的采访，开始沉浸在自己的博士学业。但是在读博的几年时间里，他又经历了科研上的弯路，导致在读博第8年时才顺利毕业。2023年，就在大家快要忘记这位传奇人物时，一篇采访报道再次让他登上了头条。跟12年前16岁的张新阳不同，此时28岁的张新阳人生观念已经发生了巨变。他以前觉得成功的定义是拥有北京户口、北京房子，可是现在的张新阳却觉得时代变了，混吃等死反而能够幸福一辈子，不买房不背负房贷反而能够一身轻。当然，他口中所说的混吃等死指的是接受自己的平凡，而不是所谓的直接躺平。作为外人，我们不禁感叹，连张新阳这样的天才型人物居然也选择了接受平凡。我们到底该说是他已经想通了，还是这个社会的过度内卷还有残酷环境让你不得不放下执念？交谈中，张新阳告诉记者，自己现在身边只有几千元的存款，父母每隔2-3个月会往卡里转1万块钱。目前从事的职业没有固定工资，只是按照项目结算，最近一个项目如果落地的话，能够分到5万元人民币。而对于谈到培养后代的事情，张新阳就说会完全尊重孩子的意愿，但同时也会为他铺路，准备很多钱还有关系网。张新阳虽然表现得无欲无求，但他还是告诉记者，如果我真的需要什么，给我爸打个电话就好了，因为他们还欠我一套北京的房子，如果当时有买，到现在也应该值个1000万了。只要在这个额度内，我要多少钱都是合理的。有人说，在张新阳的命运里，曾经有过3次改变命运的机会。第一次是在10岁的时候，原本可以复读1年，然后考个985名校，但他最后却去了2本院校。第二次则是获得前往德国留学的机会，可他最后还是留在了国内。第3次则是让父母在北京买房，靠房子成为千万富翁。每一次起飞的机会似乎都被他父亲的愚蠢还有自私给拦下。这也是为何在2022年时，因为职业发展的事情，张新阳跟他的父母发生了激烈的冲突。用他的话来说，就是他们什么都不懂，却还要指点江山。而对于儿子这28年来的历程，张新阳的父亲却表示，如果当初不开发儿子真的很可能变成傻子。但如今即使儿子躺平，那他多少也是个博士。儿子的现状虽然一般，但是他依然是匹千里马，伯乐出现那天，就是儿子腾飞那天。实际上，不管张新阳将来究竟会不会起飞，但相比较于大多数人而言，他早就已经在起飞的跑道上了。只不过此时的张新阳却变得更加的沉默，他这种沉默也许跟他的豁达有关，但也跟社会环境的变化有关。我是小渊，我们下期再见。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最新期节目，我是小渊。
故事发生在中国的首都北京，主人公是16岁女生姚金毅。当时她是一名高一学生，就读于昌平区的新东方外国语学校。这是一所国际学校，使用双语教学。来这里就读的学生，大多数家庭条件都相当不错。姚金毅来自山东省东营市，是学校里的住宿生。对于母亲李杰来说，自从和丈夫离婚后，女儿就是唯一的依托。她把所有的希望都倾注在女儿身上。母子两人，一人在山东，一人在北京，每天只要一有空，彼此就会用手机互相联系。2016年5月19日当晚，像往常一样，李杰用微信给女儿发消息，告诉她生活费已经转到银行卡，有需要的话可以直接取出来用。但奇怪的是，女儿一直没回消息。也许学校临时有安排，又或者女儿手机没带在身边，李杰起初并没有太在意。此后他再联系女儿，却发现女儿依旧没回复。他觉得有点奇怪，孩子平时回消息都是很及时的，怎么今天隔了这么久还没动静？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李杰心里越发不安。犹豫一番后，他拨通了班主任的电话，希望老师能帮忙确认女儿下落。在等消息的同时，他的记忆不断向前翻滚，不想不知道，一想吓一跳。女儿之前说过，学校里有个男生老是纠缠自己。一番思虑后，李杰走出了家门，打算直接开车去学校找女儿。从老家山东省东营市到首都北京，就算是上高速，两地之间的车程距离最少也要6个多小时。李杰走出家门时，时间已经是晚上11点多。1个多小时后的12点40分，在车上赶路的李杰接到女儿班主任的电话，被告知女儿和一名男同学擅自翻墙离校，一直没回宿舍。不过学校已经收到了这名男同学的短信，目前两人都很安全。至于2名学生擅自离校的事情，学校明天会做出相应的惩罚。挂断电话后，李杰高度紧张的心情总算稍微有所缓和。大晚上不待在宿舍，居然跟男同学翻墙离校。李杰对女儿的任性非常生气，他又给女儿打电话，准备好好训一下女儿。结果女儿的电话显示已经关机。仔细思索一番后，李杰还是觉得不太对劲，因为从当晚7点到半夜1点，一整晚女儿都没回过任何消息，也没接过一次电话。更让他心急的是，赶路时又刚好遇到了堵车。为了确定女儿行踪，在到达学校前，他联系了跟女儿要好的一个同学。接到电话后，这个同学叫来几名小伙伴一起找人。在废弃的601教室里面，众人终于找到了姚金毅的下落。但令所有人意外的是，他已经没有了生命体征。获悉情况后，学校马上拨打了求助电话，并把设施的教室封锁，不允许任何人随意靠近。接到这个消息后，姚金毅的母亲还在赶路，她怎么也想不到噩耗还是来了。根据媒体公布的资料，5月20日早上6点左右，一个名为刘某的学生在601教室发现了姚金毅。当时他坐在凳子上，头上盖着校服，以至于刘某误以为他在睡觉。直到后来，众人才发现姚金毅已经没了呼吸。到了7点左右，前一晚翻墙离开的王一哲回到学校，并用母亲的手机报警，说自己杀了人，想自首。自首后，王一哲表示，当晚发生的事情纯属意外，死者是自己的女朋友，因为自己家境比较好，追求者众多，导致女友压力很大，他希望两人的关系能更进一步。案发当晚是520前夜，两人便偷偷在601教室约会。当晚在女友的主动挑逗下，两人发生了关系。可结束后，女友又后悔了，于是就吵了起来。在吵架过程中，自己不小心把女友打倒在地，此后翻墙离开了学校。事发后，自己越想越后悔，在酒店客房里想割腕自杀，但一直下不了手。王一哲表现得十分后悔，痛哭流涕地诉说了案件过程。整个过程，他都坚称姚金毅的死是意外，自己不是有意要伤害他。事情传开后，立马在学校炸开了锅，王一哲也随即被警方关进拘留所。他的父母通过学校领导向死者的母亲提出了用钱和解的请求，表示愿意提供200万元人民币作为补偿，但条件是希望李杰出具谅解书。在接到电话时，李杰还在车上赶路，他直接拒绝了这个请求。我人还没到学校，你就给我打这样的电话，换作你是受害者的父母，你能接受吗？在看到女儿的尸体前，李杰始终无法相信这一切。
更无法理解学校领导在警方还没展开正式调查时，就想用钱摆平一切，生怕这件事情让学校受到一点点影响。那一刻，李杰手里握住的不是方向盘，而是失去爱女的悲痛，以及对学校和凶手父母的愤怒。因为堵车等原因，直到5月20日中午他才到达学校。来到教学楼后，他就发现学校安保人员草木皆兵，严格审查一切外来人员进入校内。案发现场601教室已经被层层警戒线围起，几名和姚金义关系较好的学生更是被学校及时教育和引导。学校领导更是在办公室内对各种可能突发的情况严阵以待。5月20日晚上7点，李杰终于见到了女儿，只不过此时无论他怎么呼唤，女儿也无法再喊出一句妈妈。根据养母的回忆，当时女儿穿着校服，脸部、头发和裤子上有很多血迹，脖子上有一缺明显的淤青，很明显女儿生前被人残忍施暴。调查过程中，警方先后出具了3份尸检报告。第一份是在接到学校报警后，警方初勘现场后撰写的，报告内容相对比较粗糙，记录了死者生前遭受过侵犯，身体留有大量伤痕，死因不明等几项内容。第二份则是李杰与凶手家人谈判破裂后的报告，也就是5月20日当晚探望尸体时的报告。但奇怪的是，听完报告后，李杰发现他居然没提及女儿的外伤，而且很多情况的描述也非常让人无法理解。女儿下体流出的血液居然被记录为疑似尿失禁的液体，甚至脖子上非常明显的勒痕也没有出现在报告中。根据李杰的回忆，当晚几名警员非常着急，不断地催促他在报告上签字确认，但因为不认同报告内容，当晚李杰并没有签名，因为他知道对于任何刑事案件，尸检报告都是极其重要的。对于不幸遇害的女儿更是如此，尸检报告是极其重要的证物，甚至会影响法庭的审判结果。被拒绝后，李杰无法理解，我作为死者的母亲为何不能看完整的尸检报告。他更无法理解为何女儿很多无比重要的伤痕细节都没体现在报告中。从法医鉴定中心离开后，李杰四处求助。一些专业人士透露，警方的第2份尸检报告和凶手的口供高度契合。如果案件被认定为激情杀人，而不是故意伤害，凶手最后会判处的刑罚将会大有不同。与此同时，考虑到凶手是未成年，又是主动自首，最后的量刑很可能只有7、8年左右。把一个人活活施暴致死，最后才判8年，这样的事情李杰当时无法接受。他知道女儿与凶手绝不是男女朋友，因为聊天时女儿经常抱怨王一哲是个讨人烦的富二代，自己都已经拒绝他了，还3番5次来骚扰别人。有一次因为王一哲的蛮缠，自己还当众和他吵了起来。此后，李杰直接放下手头所有工作，飞往全国各地寻找知名法医，希望他们为女儿进行尸检。在2年的持续努力下，北京检察院邀请了多名专家开会讨论，给出了第3份尸检报告。这份报告补充了很多重要情况，尤其是死者生前遭受的打击性外伤和被暴力性侵2方面。2017年4月，死者母亲提交的尸检报告被作为重要证据交给法院，但直到这时，王一哲依然坚称自己没有性侵死者，两人案发前一直是男女朋友关系。王一哲的母亲也不断重申儿子是过失杀人。警方在恢复通讯记录后，证实死者和凶手根本不是情侣。周围同学也证实，此前王一哲曾多次纠缠死者，但屡屡被死者拒绝。2017年6月，北京法院作出1审判决，王一哲故意杀人罪、强奸罪、抢劫罪3项罪名成立，被判处无期徒刑。之所以没被判死刑，是因为案发时他尚未满18岁。法庭上，李杰曾当众质问他最早和别人发生性关系的时间，他给出的答案是14岁。检察官的调查也证实，王一哲虽然物质条件相当不错，但因为缺少亲情等原因，王某的性格变得孤僻内向，一直用特别的行为缓解心中的苦闷。从小就被周围人百依百顺的他，在求爱不成后，他就立即暴露出极端的一面。正如法医提到的，死者是被活活打死的。这个判决出来后，网友议论纷纷，不少人认为像王一哲这种人必须直接死刑，未成年也不应该成为减少罪行的挡箭牌。
李杰表示，案发后他和王一哲见过3次面，第一次是在北京中院的少年庭上，当时他把自己打扮得非常时髦，甚至有种自诩英雄的模样。庭审过程中时不时露出诡异的笑容，根本没把法庭的威严放在眼里，或者说他脑海里根本没有威严二字。第二次则是法院一审宣判时，当时王一哲依旧是一身名牌，但听到无期徒刑后，他的神情变化非常明显，从最开始的无所谓变成不可思议。最后一次则是2审开庭，在吃了牢狱之苦后的王一哲整个人变得十分消瘦，此时的他已经年满18岁，在监狱中需要像其他囚犯一样接受改造。为了让自以为是的杀人凶手低头认罪，姚金义的母亲不知道付出了多少努力。除了需要奔赴各地寻找知名法医等专业人员，她还需要面对新东方学校的压力。例如在召开2审时，女儿所在学校的领导居然为王一哲开具了他是好学生的书面文件，目的就是为了帮他脱罪。2018年上半年，在2审召开期间，李杰来到女儿学校，希望能带走女儿留在宿舍的遗物，但被学校直接拒绝。对方给出的理由很简单，没有警方的同意，学校不能私自让外人进入死者宿舍。无比气愤的李杰只能回到山东老家，发动亲戚一起到学校说法。因为这件事情，双方发生了肢体冲突。在僵持一段时间后，学校同意李杰到宿舍取走女儿的遗物，但来到寝室门口后，李杰发现寝室门外法院的封条早已不翼而飞，取而代之的是学校的封条。姚金义的母亲认为学校肯定是私自撕开了封条，并取走了女儿的遗物。果然，在走进寝室后，李杰就看到里面乱七八糟的一幕，找了半天都找不到女儿的个人物品，包括笔记本电脑全都不翼而飞。当被要求提供寝室监控录像时，新东方学校领导解释说，东西是在装修期间被工人偷走了，跟学校没有任何关系，因为施工时没有加装监控，所以他们也没有办法确认遗物的下落。从袒护凶手到出面求情，再到私自拆开法院封条，新东方学校的种种行为很难不让人气愤。面对让人寒心的学校，李杰曾亲口说过这样一句话：我准备在新东方跳楼，如果没人出面管这个事情。不过幸运的是，2018年4月时，在多位媒体人的努力下，姚金义一案重回舆论头条。通过复原死者手机记录以及走访调查，警方确认死者和凶手不是恋人关系。但这也引出了一个问题：既然不是情侣，那为何姚金义会深夜独自去见王一哲呢？这就得说下姚金义的室友刘某。作为唯一的室友，刘某自然知道王一哲对姚金义的追求，可偏偏他也喜欢王一哲，网传两人还发生过关系。为了讨好王一哲，刘某同意帮他把姚金义约到教室。案发后又删除了自己手机上的通讯记录，但他的侥幸心理和帮凶行为还是被狠狠击碎和曝光。案发当天，刘某骗姚金义说晚上学生会要在601教室开会，信以为真的姚金义当晚果然孤身一人前往没有监控的601教室。他怎么也没有想到601会是他的人生终点。为了防止姚金义逃脱，王一哲早早就埋伏在那里。把门锁上后，他表达了自己的爱意，被拒后直接霸王硬上弓，开始实施暴行。期间一只手掐住姚金义的脖子，一只手用力挥打，不知过了多久才停手。为了避免别人发现，离开前王一哲还把他扶坐在凳子上，让其趴睡在课桌上，并用校服盖住头部，伪造成正在休息的假象。此后连夜翻墙逃出学校，在一间酒店时打算割腕自杀，但始终没勇气下手，只能打电话向母亲求助。为了减轻罪行，王一哲的母亲让儿子主动自首，这便有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在王一哲被判处无期徒刑后，姚金义的母亲提起了民事诉讼，包括死亡赔偿、精神损失等费用。他要求凶手一家赔偿175万元人民币。案发4年后的2020年9月，针对赔偿事宜，法院召开了庭审。但当天王一哲的母亲并未出现，只是让律师代读道歉信。
李杰告诉记者，整整4年，王一哲一家从未真心悔过。从案发当天开始，就一直用各种手段传话，希望能用钱和解，希望自己出具谅解书。在案发后的4年时间里，李杰的父亲和母亲相继离世。他说自己的人生已经完全没有了未来，将女儿从山东送到北京读书，是自己始终无法原谅的错误决定。但他更无法原谅凶手一家。在姚金义的追悼会上，他的遗照周围有很多鲜花，这是他母亲送给他的一片花海。遗照上，姚金义的笑容很美，但可惜的是，他的笑容永远变成了黑白色。我是小渊，我们下期再见。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最新一期节目，我是小渊。开篇之前，给各位粉丝说句抱歉，因为最近2个月事情比较多，所以文章水的比较多，视频更的比较少。其实每次打开自己的视频，小渊都会觉得实在是不忍直视。拖更之余，小渊一直在思考，到底怎样的视频才能算是好视频？思来想去，小渊觉得答案应该是深入浅出的视频，也就是兼具故事性和知识性的视频。所以在以后的视频中，在尊重原来案件重要细节的基础上，小渊会给案件一个故事性的讲述方式。今天这起案件发生在美国的亚利桑那州。当晚，一位叫做詹姆斯的母亲在厨房忙活了大半天，做了儿子杰克最喜欢的披萨以及香喷喷的烤火鸡腿。将菜肴摆上桌后，便去附近超市买调料。可直到詹姆斯买完调料回来，儿子还没回来。心急的詹姆斯刚想打电话询问儿子老师时，门口响起啪的一声，儿子终于放学回来了。詹姆斯询问为何今天这么晚才回家，杰克只是简单的回了一句，今天老师临时把他叫去补课，所以就晚了点儿。对于儿子的回答，詹姆斯根本没太在意，毕竟有这样责任心强的老师也是好事。虽然烤火鸡腿和披萨都是杰克的最爱，但今天的杰克对这2样美食却反应平平，一直呆呆的桌上的火鸡腿，直到父亲用手在面前晃了一下，杰克才拿起餐刀切了块鸡腿肉到自己盘中。小子，今天是怎么了？要是放在以往，这披萨早就被你吃掉一大半了，是不是哪里不舒服？面对父亲的关心，杰克只是以补课后非常困的借口敷衍了过去。吃过晚饭后，杰克把自己反锁在卧室里，久久不出来。母亲觉得有点奇怪，本想去找儿子询问状况时，被丈夫打住了。10几岁的孩子都这样，换脸比谁都快，让他自己待一会儿就好。被丈夫这么一说，詹姆斯也就没太在意，继续回到厨房洗碗。几天后，学校召开家长会，杰克的父亲应邀出席了家长会。儿子28岁的布列特尼·查莫纳老师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金色卷发和清新的香水搭配凹凸有致的曲线，文雅而不失性感。许多家长都纷纷挤到办公室与其交流。离开之前，查莫纳告诉杰克父亲，他儿子基础较差，需要深度的学习与辅导，因此以后杰克可能会比较晚回家。开完家长会回到家中后，父亲在饭桌上聊起了儿子的老师查莫纳。小子，你有一科成绩很差，不过幸运的是，刚好你引起了那一科任老师的注意。但杰克却一直低头玩手机。生气的父亲拍了一下桌子，吼道：“我在跟你说话，听见没？再这样，我马上把你手机摔碎！”不耐烦的杰克直接走进自己卧室，啪的一声关上房门。这时，杰克的母亲恍然大悟，称自己知道为什么儿子会跟他们赌气了。因为换作以前，儿子总会邀请其他同学到家里玩，例如隔壁14岁女孩玛丽。但是自从被老师特别辅导后，儿子就很少请同学到家里玩了。估计是这个原因，儿子才会跟我们赌气。可实际上，查莫纳为杰克进行的1对1辅导，已经远远超越师生关系的辅导。查莫纳甚至为此走上了20年有期徒刑的惩罚。2018年寒假期间，由于父母外出，所以杰克便暂住祖父祖母家中。玩腻游戏的杰克呆呆地看着窗外行人寥寥无几的马路。平时和他一起玩耍的同学都蹲在家里不愿出来，这让杰克很是无聊。可就在他发呆时，一个电话铃声打破了寂静，原来是班主任查莫纳。查莫纳询问杰克是否想做点刺激的事情。杰克并不知道老师口中所谓的刺激到底是什么，只是按老师要求把祖父家地址发了过去。短短半小时后，格瑞就听到门外的汽车喇叭声，原来是老师查莫纳说的惊喜就是这个。
兴奋的杰克连外衣都没穿就跑了出去。杰克上车后，查莫娜迅速把车别到了一个阴暗角落里，然后用手不断抚摸杰克，并把杰克的手放在自己的黑丝长裙上。接着两人发生了不可描述的事情。在不远处的楼层里，杰克的祖父祖母正在午休，完全不知道此时自己的外孙正在和大人做着大人的事情。虽然杰克只有13岁，但在查莫娜强大的攻势下，轿车还是上下摇晃。对面阳台的老奶奶看到后直接捂脸，现在的年轻人真是热爱运动。这是媒体曝光的杰克和他班主任查莫娜的聊天记录，虽然只有几句话，但从头到尾都充满着不可描述的味道。例如最下面2句话，我可以和你激战一整天，你有没有看到我的性感内衣照？不但如此，警方还在查莫娜办公室搜出他和杰克的小短信，每张纸片上写着暧昧骚话。虽然欧美国家对男女之事比较开放，但在28岁女教师和13岁男学生之间发生如此露骨的聊骚，还是非常令人震惊的。已经是有夫之妇的查莫娜，为了满足自己的兽欲，对只有13岁的少年做出这样事情，终于这把欲望之火把他烧向了监狱。除了在车上进行不可描述的运动，查莫娜甚至还专门以补习的借口多次上门为杰克进行1对1深入辅导。故事讲到这里，小袁觉得自己好像是在写小黄文，但重申一下，这只是讲述故事的一种方式。现实世界中，两人的行为远远比小袁说的还精彩。例如杰克父亲去学校取证时，杰克许多同学反映查莫娜老师经常把格瑞单独叫到办公室里辅导，他们每次想找格瑞踢球时，却总发现查莫娜老师办公室门口紧闭，窗帘也被经常拉上。开学之际，杰克的父母发现自己儿子好像还没从假期缓过神来，每天吃晚饭，要不就是把自己反锁在卧室里，要不就是在客厅里用手机和别人聊天，还时常对着手机傻笑。而每次弟弟凑过去想看他的手机时，杰克都表现出强烈的抗拒，并且专门为手机设置了密码。难道这家伙和女同学谈恋爱了？母亲拉了拉丈夫的衣角，表示儿子自从放假后就整天玩手机，即使查莫娜老师几次上门监督，他还完全不把学业放在心上。为了验证儿子是否在和女同学聊天，杰克父亲偷瞄了儿子的手机密码，趁着儿子洗澡的间隙，他打开了儿子的聊天界面，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儿子居然和老师查莫娜在聊骚，各种肉麻和低俗的话语让人不忍直视。如果不是刚才亲眼看到儿子在聊天，自己是怎么也不会相信的。在杰克父母红白脸的引导下，杰克一五一十说出了事情的真相。那天自己和同学打架后被老师叫到办公室，他本以为会挨批，可没想到老师却以此要挟他做不可描述的事情，不然就请家长到学校来。起初是学校的办公室和教室，接着是在车上，最后甚至是自己的卧室。在老师查莫娜连环攻势下，10几岁的身体便有了20几岁的思想。当晚杰克父亲联系了查莫娜，要求他对此做出解释，可查莫娜不但没有立即认错，反而表示自己的确很喜欢杰克这小伙子。听到这话的母亲詹姆斯直接接过电话，直接说道：“你就等着蹲监狱吧。”面对杰克父母如此坚决的态度，查莫娜提出见面请求，并支付一笔赔偿金，条件是不要报警。但杰克父母怎么可能不报警？看着呆坐在沙发上的儿子，他们是又气又恨。2018年3月22日，美国警方正式逮捕了查莫娜。经过几个月的调查和审讯后，查莫娜以性侵未成年人等15项罪名被检方起诉。法庭之上，检方公开了查莫娜和瑞娜的部分聊天记录。你很难想象这些话会出自13岁少年之口。查莫娜的辩方律师认为，根据两人聊天记录信息，杰克很享受与查莫娜的这种关系，就像60多岁的富翁与20多岁的年轻嫩模的私密联系。如果将责任完全归咎于他的当事人，判处他20年有期徒刑，那难免有失公道，与美国法律精神严重不符。但不管辩方律师如何偷换概念，最终法庭还是判处了查莫娜20年有期徒刑。面对审判结果，法庭之上，查莫娜说了这样一段话：我是一个善良真诚的人，犯了错误并深感遗憾，我一生尊重并努力遵守每一项法律，我对社会没有威胁。根据媒体的报道，查莫娜丈夫在知道自己妻子做出如此出格的事情后，起初不但没有选择与妻子离婚，甚至还主动打电话与受害者家长沟通，希望双方私底下解决，并且在庭审期间，
丈夫还一直为妻子查莫娜奔波，直到查莫娜在监狱服刑2年后，两人才宣布离婚。案件说到这里，小渊相信大家除了想骂这个衣冠禽兽的老师，肯定还想骂小渊我又在水视频。所以下面小渊为大家准备了点硬核的东西。其实这起案件有2个很值得思考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查莫娜会性侵自己的学生？是因为生理需求得不到满足吗？99%的可能不是。因为28岁的查莫娜已经是有夫之妇。看看查莫娜丈夫的身材，查莫娜肯定不是因为夫妻生活不和谐才对学生痛下杀手，真正的原因只有2个字：权力。研究界有句很经典话，所谓的性侵实质上是施暴者对于控制和支配的渴望。正如福柯所说，权力的高低就是一个人能在多大程度上不受对方抗拒的影响，向对方贯彻实施自身的意志。放到这起案件中，查莫娜通过对自己学生实施性暴力，让自己的权力得到施展，并且这种刺激感让自己的垮。要知道，20年有期徒刑，这个惩罚已经可以和刑事思考。我是小渊，我们下期再见。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最新一期节目，我是小渊。我们都说玫瑰代表着爱情，正如玫瑰深红色的花瓣代表着火热的爱，可同时玫瑰也是带刺的。如果你过于偏执想占有它，往往会受到伤害，就如同今天我们这2位年轻人因为偏爱把鲜红的玫瑰染成了血液的黑紫色。案件的女主人公名为邵彤，来自于中国辽宁省的沿海城市大连。她出生于1993年，是家里的独生女，与父母的关系很好，从小就被父母当作是掌上明珠般呵护。为了给女儿一个轻松的成长环境，邵彤的父母工作非常的努力，在父母的精心呵护和培养之下，邵彤从小就表现出了极大的潜力，不但有很高的创造力和艺术天分，还有很好的逻辑思维能力。后来他很轻松就考入了当地最好的中学——大连市第一中学。入读中学之后，在完成学校基本课程的同时，邵彤还学习了钢琴还有舞蹈。在受到艺术的熏陶后，他希望有一天能够成为生物学家或者是雕塑家。在就读中学期间，一个同校的男孩子引起了邵彤的注意，也许是受青春荷尔蒙的影响，2个人的关系越走越近，还相约一起报考同一所名牌大学。如果顺利的话，2个人的关系会从青春的荷尔蒙正式走上爱情的跑道。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也许这一段的长跑终点会指向婚姻的殿堂。而作为最亲密的人，邵彤的父母自然也知道女儿和这个男孩的关系。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邵彤的母亲也接触过这个男孩。当时这个孩子非常的有礼貌，帮他搬行李时他会主动说声谢谢。母亲也没有过多反对女儿这段恋爱，只是希望在以后的人生中，女儿能被一个男人用心爱着，那这就足够了。后来高考结束之后，虽然邵彤的男朋友成功被心仪的大学录取，但是邵彤却不幸名落孙山。她感到很失望，因为她为此付出了很多努力。那这意味着邵彤现在的计划变得非常的不确定。她现在需要重新考虑自己要去哪里，以及学习什么专业。而与男友的离别也意味着2个人会开启异地恋。2011年时，18岁的邵彤在考虑一番之后，就决定跳出舒适区，准备前往美国爱荷华州的州立大学学习化学。留学支持他的父母拿出了数十万美元的积蓄，支持女儿这个留学的梦想。4年时间算下来，女儿的留学费用虽然不是天文数字，但是对于刚刚步入中产阶级的他们来说，依然是一笔不小的费用。2012年9月，邵彤终于进入了爱荷华州立大学。与某些披荆戴银的富二代不同，邵彤从一开始就非常的努力。他的朋友说，当邵彤不在学习时，他会用跳舞、参加聚会，还有教其他学生学中文的方式充实自己。在爱荷华就读期间，邵彤和3个室友合租，几个人的关系可以说是非常不错。虽然邵彤年龄最大，但是室友都叫她小妹妹，因为邵彤是他们中最矮的一个。他的室友兼最好的朋友简说，
少彤聪明的让每个人都嫉妒，他总是说自己需要努力学习，即使他的成绩已经非常的优异。对于少彤的室友来说，少彤除了在学习上让他们印象深刻，还有一个人也让他们印象很深，他就是少彤的一位男性朋友李向南。李向南也是来自于中国，只不过是浙江温州人，比少彤大了2岁。在2011年时，也就是少彤为留学参加培训班的时候，两个人互相认识，随后李向南便深深喜欢上了少彤，并且开始追求她。后来两人如愿被美国高校录取，只不过李向南是就读于纽约州的罗切斯特理工学院，而少彤则是爱荷华州立大学，两地相距1000英里左右，足足有17个小时的车程。为了能够与心爱的人待在一起，李向南也转到了爱荷华州就读，距离少彤所在的埃姆斯市只有132英里左右。由于李向南没有独自租房，加上还有一段时间才能开始上课，所以就暂时搬到了少彤和他室友那里。尽管几位室友一开始表示并不介意，毕竟大家都是千里迢迢来到美国求学，都是背井离乡的同胞，所以能帮一把那就帮一把。但是后来的事情证明，有时候你的好心不一定能够换回别人的真心。李向南一点都不喜欢和别人打交道，不努力和任何人相处，也不帮忙做租房的清洁工作，自己是宅男就算了，李向南还要求少彤和他一起宅。他非常不喜欢少彤离开他，总是想知道他在哪里，和谁在一起。少彤的室友王某表示，李向南这个人非常的自私。此前少彤主动提议想和大家外出旅游，李向南获悉之后就毛遂自荐，说自己来负责制定游玩计划。起初大家也没在意，难得李向南会主动帮忙做一件事，可让他们万万没想到的是，李向南在没有通知大家的情况下，只订了他和少彤的车票，直接把其他朋友丢在一边，这让少彤感觉到非常的生气。对于李向南这位不速来客，少彤坚称自己不是他的女朋友，两个人也没发生身体上的关系，他自己现在对他的行为也是越来越讨厌。从大一到大二这2年时间，少彤在美国的生活和学习一切似乎都进行得相当顺利。令他室友松了一口气的是，李向南最终从公寓里搬了出去，住进了他自己租的房子，而在学习上也选好了相关的课程。虽然令人讨厌的李向南已经离开，但是让人不满的事情依然没有结束，因为每一次交通违章后，李向南都会把少彤的地址当作自己的地址，这导致了更多的问题，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警察上门拜访。虽然李向南这个人毛病很多，但是在追求少彤这件事情上却是非常的用心，甚至是痴心。室友表示，李向南给少彤买过很多贵重的礼物，甚至专门买了一辆宝马车作为礼物。但是至于少彤有没有收下这些礼物，具体情况小编我就不得而知。那也正是因为如此，少彤也多次或明或暗地告诉李向南，自己已经有了心仪的男朋友，目前只是希望彼此之间保持单纯的朋友关系。而在美国就读之后，少彤和初恋还是没能和忍受异地恋的困扰，两个人的关系纽带呢也逐渐变成细线，最后呢直接断裂。到了2014年8月下旬，也就是少彤就读大2时，他在一次外出游玩时结识了一名中国留学生张某，两个人呢很快互生好感，并且准备成为恋人。而在与室友的交谈中，少彤也表示自己是越来越喜欢这个男孩子。可少彤这番爱意到了李向南那里之后，直接就成为了浓浓的醋坛子。因为这件事情，李向南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发了一句动态，统统是傻逼。2014年9月3号这天，李向南致电少彤，准备和他煲电话粥。可当时少彤顾着和室友聊天，一时没注意自己已经按下了接听键。在整整半个小时里，少彤和他朋友说自己觉得李向南这个人不太靠谱，例如说他这个人控制欲很强，很不喜欢和别人打交道等等，和自己的性格完全相反。而这些话呢，李向南全部都默默听着。挂断这起电话后，李向南在社交媒体上留了一句话 Fuck my life。 9月7号晚上，少彤的父亲给女儿发了短信，希望能够开视频聊天，因为父女俩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联系了。但是少彤短信回复说自己太忙了，
接着，邵彤的一个室友也收到了一条短信，这条短信是从李向南的手机上发出的，时间是凌晨的1点30分，内容是：嘿，我还在爱荷华市，但我把手机丢了，所以我用的是李向南的手机。他家里突然发生了一些事情，可能今天要飞回家里，所以我打算坐巴士去明尼苏达州拜访一些在那里的朋友。我会在1个星期后回来。我现在带着李向南的手机，但是手机的电量快用完了。到了9月8号的周一早上，室友惊讶地发现邵彤一直都没有回来，尤其是他还有课要上。按照邵彤平时的习惯，这非常的不合理。几天后，邵彤依然毫无音讯，室友这时开始担忧起来。他的朋友和室友决定聚在一起，找出在过去1周里联系过邵彤的人，但是都没能够找到邵彤。在9月18号时，邵彤的室友就被他去警局报了人口失踪登记。警察最初怀疑邵彤应该是因为想家，所以才飞回到了父母身边，因为这种情况并不少见，尤其是对这些留学生来说。但是他们很快就发现，没有证据表明邵彤离开了美国，也没有证据表明他乘坐了去明尼苏达州的巴士。那通过查看消费记录，还有邵彤室友的回忆，警方就发现邵彤和李向南曾经入住当地一家汽车旅馆的218号房间。旅馆老板也证实了这一点。那老板就说，实际上他已经不是第一次看到这对情侣来酒店了。那个周末呢，他们来登记入住时，自己也没有发现2个人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按照老板 Ken 的回忆，在9月6号那一天，自己看到邵彤一个人在大堂里走来走去，然后还到外面的加油站买了一些饮料，一切看起来都很正常，也没有看到有人跟踪邵彤或者是李向南。然而，到了9月7号的星期天早上，旅馆老板 Ken 说，他注意到邵彤的车子突然不见了，他结合房间是空的情况，他就估计这对情侣是在9月6号的凌晨离开的，但是2个人没有来办理退房手续。虽然旅馆有摄像头，但是令警方无奈和恼火的是，他们的监控系统刚好出现了问题，没法确定邵彤还有李向南2个人离开时的状态。而在旅馆房间的墙壁和床头板上，探员就发现了一些非常小的深色斑点。不过让警方最头疼的是，在李向南和邵彤离开之后，有其他人入住的这个房间，这给现场痕迹的侦查带来了很大的影响。旅馆老板表示，尽管提前退房没有什么不寻常的，但是按照以往的经验，这对情侣经常很晚才退房，经常被工作人员敲门提醒要求离开，所以那一次2个人这么早离开确实有一点奇怪。而当局搜查了邵彤的公寓，在那里他们就发现了他租车的收据，上面呢还有他的车牌号码。探员就将车的品牌、型号还有车牌号发给了同事，希望能够有所发现。而另外一边，警方在搜查李向南的公寓时，发现整个屋内的东西一片混乱，看起来就好像是他匆忙收拾的随身物品，然后直接离开。警方调查了李向南的手机通话记录，大部分电话都是来自于爱荷华州的埃姆斯，没有任何电话是在明尼苏达州拨出或者接入。那结合各种痕迹线索，探员就认为李向南原本是想在芝加哥转机，结果航班延误，因为不愿在芝加哥等待，便转而去了洛杉矶，从那里直接飞回到了中国。那显然手机仍然在李向南手中，而不是在邵彤的手中。接到了很多电话的保罗也同意接受警方的问询，他告诉警方，李向南的确联系了他，还让他帮忙买一张回中国的机票。对于李向南突然要回国的行为，保罗也觉得很奇怪，因为他知道李向南还有课程，但是李向南说自己有一些急事，现在来不及解释。那保罗就询问李向南是否需要回程票，但李向南直接就说不需要。而到了这一步，警方就认为邵彤大概率是出事了，而李向南则是最大的嫌疑人。2014年9月26号，警方就找到了邵彤的丰田凯美瑞轿车，它就停在爱荷华郊外。巧合的是，李向南的公寓刚好就在附近。居民表示，其实这辆车已经在那里停了好几个星期，靠近车厢时总是能够闻到一股刺激的气味。拿到搜查令之后，警方马上打开了后备箱，然后就看到了一个旅行箱，箱子里面还散发出难闻的恶臭味。那不出意外，旅行箱里面装的是已经严重腐烂的尸体，
里面还有一个哑铃以及一条裹在尸体头部血迹斑斑的毛巾。尽管需要进行检测，但是警方知道这具尸体的主人99%就是少彤。后来的尸检结果证实了这一点。爱荷华的警方就表示，他们目前正在寻找一名嫌犯，他就是23岁的中国留学生李向南，就读于爱荷华大学。尸检结果显示，少彤是死于窒息还有钝物击打，但是警方不能确定他究竟是何时被杀害的。警方相信少彤在被迫塞进旅行箱后，很可能还继续存活了一段时间，但最终还是因为窒息不幸去世。而在车里，他们还发现少彤破碎的手机。回到汽车旅馆后，法医就发现那块裹在李向南头上的血迹斑斑的毛巾，就是来自于涉事的汽车旅馆客房。而在一些家具上，法医还发现了残存的血迹。而监控录像也显示，李向南从旅馆出来之后，在附近商店购买了旅行箱。而在商店里，他花很多时间比较了尺寸，然后推着它到处闲逛。而接着，他在沃尔玛超市购买了2个哑铃，而其中一个就被发现放在旅行箱里。警方怎么也想不明白，这2名大学生只是在旅馆里度过了一个周末，然后就发生了这样的惨案。进一步分析李向南的手机后，警方发现在凌晨3点到4点期间，李向南曾经来到河边。警方就认为这很可能是他打算将旅行箱扔进河里，希望旅行箱能够因为哑铃的重量沉在河里。但是他原来到河边时，他们发现水太浅了。这就是为什么李向南最后会把旅行箱放在车里，而不是丢在河里。那到了这里，警方就大概掌握了整个事件的时间线。事情缘由呢，是李向南在无意间听到少彤和朋友的谈话后，他表现得非常的生气。在9月5号，他就决定把少彤约到旅馆里，当面解决这件事情。结果2个人事情还没解决，就直接吵了起来。最后无法控制自己情绪的李向南，就本想用侵犯的方式教训少彤，但是遭到了少彤的强烈抵抗。而争执过程中，李向南就击打了他的头部，还用双手将其掐死。9月6号时，李向南在作案后就购买了旅行箱，这也是他购买单程机票回中国的同一天。而这一天也是少彤最后一次被人看到。9月7号，在杀死少彤后，李向南就回到了自己的公寓收拾东西，准备离开美国。他开车到处闲逛，考虑是否要将旅行箱扔进河里，但是来到河边之后，他却发现水太浅了，所以最后就决定不这么做。无奈之下，他只能选择把旅行箱留在车里，然后用手机冒充少彤，给他的朋友还有父亲发了短信，就是为自己争取更多离开美国的时间。到了9月8号，李向南就抵达了芝加哥，买了一张去往洛杉矶的机票，在1天之后就飞回到了中国。在2014年9月11号，李向南就从美国飞回到了北京，然后接着转机到了广州的白云机场。而在广州滞留期间，他联系了自己的一位好友，这位好友此前是他的一位师兄，因为大家都是同胞，所以互相认识。但根据这位好友的说法，李向南其实不太喜欢交际，平时呢比较喜欢游戏。在与他的相处过程中，也没有发现什么明显的性格缺陷。而这一次，李向南突然回国来找自己，也看不出什么异常。他只是让自己帮忙开一个酒店房间，还有兑换一些人民币给他。2天之后，李向南就说自己要回温州，之后就没有和他联系了。直到后来自己在新闻上获悉了少彤这件事情之后，李向南的这位朋友就主动联系了警方。2015年3月，一直藏匿在浙江温州的李向南知道自己没有办法逃脱，所以就主动投案自首。而在自首之前，李向南其实已经在青海省隐姓埋名藏匿了8个多月的时间，而指导这一切的人正是他的母亲。其实李向南之所以会自首的很大一部分原因，也是因为警方给他的父母做了很多工作。被警方问到为什么要逃跑时，李向南表示，他爸在美国报警之后，自己就可能一辈子都看不到父母了，所以就想着先回国看一眼父母，然后再投案自首。可事实证明，李向南投案自首的意愿似乎并不怎么明显，因为他在青海足足藏匿了8个多月。那最后，浙江省法院就做出了一审判决，判处李向南无期徒刑。但是李向南不服这个判决，还提起了上诉。但是2审时，法院还是维持了原判。而在2审过后，这起令
整个世界震惊并引起国际关注的案件终于暂时告一段落。19岁的少彤带着自己的决心还有勤奋，他离开了父母的庇护，独自来到了美国。这原本就是让人感到非常骄傲的一件事情。而在美国就读大学期间，少彤在很多方面都取得了成功，如果顺利的话，他会取得更大的成功。就最后的结果来说，很多人对罪魁祸首能够被绳之以法都感到非常的满意。可即使如此，还是没能够改变少彤已经离开人世的事实。那个曾经活泼可爱的女生已经永远离开了她的朋友，那个承载着父母期望和心血的女儿已经永远没办法回到他们的身边。因为这件事情，少彤的父亲的健康状况可以说是严重恶化，几乎是在一夜之间白掉了头发。他怎么也无法接受自己女儿怎么就会遇上这样一个人，而李向南怎么就下得了如此毒手。爱一个人没有错，可是因为如果得不到，你就要毁掉你爱的人，那你最终会失去所有人对你的爱。对于感情问题，当断则断，不然肯定会备受其乱。最后还是希望在世的人能够坚强地活下去。我是小渊，我们下期再见。